美国人在公海对中国渔船执法，中国渔船奋勇撞击，有多远滚多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美联社报道，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引发台海军事危机的关键时刻，一艘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在太平洋的另一个角落，与中国渔船进行了另类对峙。美国出动海岸警卫队打击非法捕鱼是拜登政府的大战略，但是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驶向离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不远的数百艘中国远洋船队的时候，几艘中国渔船的船长做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3艘渔船加速离开，而其中一艘渔船呢，向着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詹姆斯号巡逻舰猛转90度，迫使美国的这艘巡逻舰采取了紧急规避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被迫快速机动，避免了又一场危机。美国海警这次针对非法捕鱼的巡逻，在8月份就已经进行了10多天。最初，他们对这件事保持沉默。1个多月以后，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来庆祝这次任务，并且附上了成功登上2艘中国渔船的照片。但是他没有提到那3艘快速脱离的中国渔船。中国外交部告诉美联社的记者，美国的行为是不安全的、不透明的和不专业的。中国对非法捕鱼零容忍，并表示美国的海警不遵守新冠疫情规定，这可能会使中国的海员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美国的海警在公海上对中国渔船的检查，以及中国渔船的奋起反抗呢？首先，中国与美国都希望打击远洋违法捕捞，但是美国人如果不懂得尊重中国渔民，或者只针对中国渔民执法，那么这样的反抗将成为常态。从美联社的报道中，我们就能看出来，针对中国渔船的执法是第一次，也是美国海警此行的目标，他们的针对性非常强。这次对抗有一个特点，美国动用的是国家力量，而中国渔船是民间力量。这样的冲突虽然不至于引发大的国家矛盾，但是也有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和不信任。其次，美国开始利用打击远洋违法捕捞为名，来破坏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中国还得小心美国的离间做法。美国人在利用一件所谓正确的事情来专门针对中国渔船，而中国渔船最好的办法就是依法进行捕捞，同时该反击的时候就反击，不能惯着美国人。最后，中国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出动海警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执法，甚至呢比美国的海警还要积极。而且我们能够秉公对待所有国家的渔民，这是中美硬实力对抗的新领域。实际上，中国海警已经展开了类似的行动，而且我们中国的海警力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存在，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海警船，以及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海警船。总体来看，美国在公海打击中国远洋渔业是其国家战略，中国也需要制定相应的策略。关键是中国渔民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采取行动，而中国海警的力量也要加大步伐走向远洋。如果中国渔船遇到美国人的检查，能够得到该有的尊重，我们可以配合。如果美国人胆敢采取针对性的执法，那么中国渔民就有可能出现我船被逼撞击你舰的情况。千万别小看中国人的血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